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妇产科医生。有些时候是无法挽回的，会看到病人的离去。我当时在想，我要去做无国籍医生。我们救了这么多人，孕产妇死亡率都是0这个月。当地人就说，他们能来医院，你见到来了医院，经过你救治活下来的人，实际上是特别幸运的人。有很多人他是没有机会被送到医院来的，他已经在家里就走了。我们来之前，医院里什么也没有，做手术用的这些纱布呀、针呀、线呀，这些都是要买的。去当地小饭馆吃饭，跟当地人一起吃，你会觉得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你去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每一个枯燥的数字背后，实际上都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和他们的家庭。你只要有看见，你才会有动力去想改变。你就走在这条改变的路上。很开心安娜你来做客我的节目，要不要先跟观众打个招呼吧？我叫安娜，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妇产科医生。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做了妇产科医生的专科培训，然后我工作了有大概3年左右。我工作的话是在肿瘤医院，所以实际上接触的很多就是这种中末期的癌症的患者。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做医生有些时候是无法挽回的，会看到病人的离去。然后那段时间呢，我是比较沮丧的。我说，哎呀，我们如何能做得更好，能够帮助这些人啊？然后就发现了无国籍医生的网站。无国籍医生是一个全球性的独立的人道医疗救援组织，它的理念跟我当时做医生的理念特别契合。它总是在有天灾人祸或者疫病爆发、战乱的地方进行紧急的医疗救助，然后另外呢，在某一些缺乏基本医疗保障的地区，然后给民众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它的宗旨呢，基本上就是它无关种族、无关宗教信仰，每个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他们每个人都有接受医疗救治的权利。然后我就上网申请了，然后就收到了面试，面试通过了，然后就去了。你是从2011年的时候开始的？对对对，我去过西非的塞拉利昂，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兰，亚洲的话就是巴基斯坦、阿富汗去过比较多次，还有菲律宾。你当时如果选择继续留在国内做医生的话，应该都有很好的机会。那为什么最初就是你想要去到这个无国界医生呢？我父亲是当时在我做决定的那一年早些时候就突然就离世了，然后他还相对比较年轻嘛，然后当时他是上了夜班，然后回了家之后出的事情。我当时在想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当时我就列了一个 to do list， 就列了一个一生之中要做的事情，然后其中有一条就是我要去做无国籍医生，然后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他其实对我人生的经历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人，因为他实际上是农民的儿子，然后从小就在家放羊，然后他放羊的时候总是在想，我想知道山那边有什么。最后他去当了兵，然后退伍之后正好有个机会能去上大学，然后他就去医学院学了医，学医之后呢，他加入了远洋公司。所以他做的事情跟我做的事情，跟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挺像的，就是他基本上跟着船出海，然后走几个月，再回来几个月，回来这段时间可以在家全职当全职奶爸陪着我。他回来的时候就给我讲很多他在海外的经历他当时比较常跑的地方就包括有去非洲，然后去波斯湾。我觉得很多故事就引发了我对非洲的好奇。就是听了那么多有意思的故事想着总有一天自己也去看看。所以说回到这个无国界医生，他在我的粗浅的理解里面，我一直觉得他好像是在战乱的地区，然后边上炮火连天，你们在医院里面镇定的帮助这个需要帮助的这些当地的居民啊、病人啊，所以真实的情况也差不多是这样吗？取决于我们评估所在国的一个需求，然后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它
不是一个在热战的地方，因为热战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很难进入到真正交战的前线上面去。那这个不属于我们的范畴，更多的时候是在这种就是叫常年有一些局部冲突的地方进行工作。那比如说像阿富汗，它常年是局部有一些战乱的，但是呢，你说这个战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吗？也不见得。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身份是妇产科医生，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还是在后方的。那通常来说，你们比如说去到一个地方，是会跟当地的医院合作，还是你们会建一个临时的诊所？然后可能它这个诊所是流动的，在这个地区几个月，那个地区几个月。都有，就取决于当地的医疗状态，然后当地民众的需求。那比如说在阿富汗，我们是就在当地医院里面工作的。比如在喀布尔的话，我是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地区级医院，跟当地的医院和医生合作。那么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话，比如在霍斯特省，那它当地没有足够的能够让产妇分娩的医疗设施，所以乌界医生在那边相当于就新建了一所医院。然后像你提到的这种流动诊所，比如在南苏丹，我们是有这种流动诊所的。我们流动诊所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当地很多人因为战乱所以流离失所嘛，他会带着他的孩子、家人还有牛在境内移动，然后躲开这些战乱的这些，还带着牛一起对呀，牛很重要，在当地牛是最重要的财产。我们的医疗团队呢就要跟着这些难民跑，就相当于他们去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所以就是我们有一个这种流动诊所。所以萨拉利扬是你第一次出任务去的地方？对，是的，它就是著名的那个小李子的《血钻》那个电影里面讲述的战争、钻石、挖矿等等集中在一起的地区。对，是的。塞拉利昂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美的国家，它有特别美的海湾。它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说的，就是它连年的内战导致它当地的基础设施都被破坏掉了。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是内战结束之后不久，然后我当时是从首都 Freetown 坐车要6个小时才能看到波城，就是我项目的所在地。然后一路上看到就是有连片的被烧的黑黢黢的废弃的房屋，然后当时塞拉利昂还有很多这种没有手的人，就是我们的门卫，我就看到他要不然就是有的人没有左手，要不然就有的人没有右手，说都是内战的时候打到最后他没有那么多的弹药的储备了。然后那叛军说怎么办？那我怎么任何一个成年男性都有可能是潜在的战士，对吧？那我怎么能取消掉任何这种有战斗力的人的可能性？然后他们就拿大砍刀把遇到的成年男性的人手就砍掉一只，这样确保你没法拿武器嘛。就任何一个平民，只要遇到了是一个成年男性的平民，就把他的手砍掉。对。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战争的一些后面的一些影响。然后当时也有很多就是战争留下的孤儿嘛，然后就大家都在孤儿院里，而且这个战争的影响持续了很多年，它持续到大家对生活的态度上，实际上就是当地人特别开心，都特别乐观，然后没事就在找到机会就会跳舞，你觉得他们好开心。然后呢，他们真的是活在当下，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更先来。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们当时医院里有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麻醉护士，然后他是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混血，我们俩一起看了一个电影叫《几内亚内战》，然后他看完之后就特别有感慨，他说那你知道吗？说我在塞拉利昂内战的时候，我带着家人在丛林里边躲了好久，然后白天是不能出来的，因为怕被军队看到，然后就死掉了。所以他都是晚上的时候才会出来找吃的，然后也不能生火，因为你生了火的时候，人家也能看见你在哪儿，所以吃都是生的。然后他跟我说你知道吗？说我到现在为止，我的吃饭的习惯还是每天只吃1顿饭，然后只在半夜吃。
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还是保持着当时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就当时养成的习惯已经深入他的骨髓了。对，但是你去问他的话，他会觉得我特别感恩，我现在非常感恩我每一天的生活，我有一份工作，我能挣到足够的钱养活我的家人，然后我还能在医院里拯救更多的，就是我的社群的这些人，我特别感恩。那我可以理解了，其实是经历了生死，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内乱，终于看见了曙光，迎来了稳定的时光，所以他们会更加格外的感恩和感到这个希望带给他们的力量。所以你去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好多事情实际上超乎了我自己的期待的。我觉得塞拉利昂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特别的所在。然后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惦记着那边的人和事儿。我刚去1个月，然后护士就说 We a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Anna here 然后他们就讲当地有一个习惯，就是谁给他接生的，然后他产妇就会用接生的那个人的名字来命名，这样是 good luck， 对这个小孩子来讲，就觉得孩子能健康的成长，所以当时就好多孩子被命名为安娜。那他们就真的叫安娜，就他们的英文名字啊？对呀，我觉得当地他起名字很随意的，好多人就出生在哪天就叫什么，比如你出生在星期一就是 Monday。哇，那你如果现在回去的话，大概有10来岁的小朋友，对，有好多一排人都叫安娜，那就超有成就感吧？你就像他们的另外一个妈妈，确实特别有成就感。因为你做医生，你最想看到的就是在你手里这个濒临死亡的病人能够存活下来，新生命的诞生。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产科的原因，就你总能看到充满希望的事情发生，看病人从一开始的愁眉不展到他欢天喜地的从医院走，还要谢谢你，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这种满足感实际上是非常无与伦比的。那在你们去之前，他们当地的人怎么生孩子，怎么去看这些妇产科相关的病症呢？如果你住在离首都比较近的地方，那 Freetown 会有很多医院，所以相对来讲会好一些。越往乡下走的话，资源就非常有限。我们不在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他们很多人可能是在家里生孩子。如果我是当地的妇女，我第一反应就是生孩子，我为什么要去医院生？我要在家里生啊，对吧？他们会请一个接生婆来，如果生了 OK 就不用去医院了。他生不出来，一般来讲就是等个2-3天，还不出来，接生婆说确实是有问题，我们要不然考虑去医院吧。基本上在家里决定去医院的时候，你要想我怎么去呀？我有没有钱去雇一个车，或者说我在路上拦个车，然后去医院要多长时间？谁陪这个产妇去？因为家里可能有好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比如说你要下田去种地，然后或者说是你家里还有其他的孩子需要照顾，那这些事情其实都决定了作为一个家庭他什么时候会送这个产妇去医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医院里就是一个内环境，就是你会觉得你看我们救了这么多人，孕产妇死亡率都是0这个月，我们好厉害，对吧？我去跟当地人聊，当地人就说他们能来医院，你见到来了医院经过你救治活下来的人实际上是特别幸运的人，他们叫 very lucky。 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他是没有机会被送到医院来的，他已经在家里就走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一系列的原因。我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想到原来是这样的，就它是有幸存者偏差的。你讲到这个，我想起来你在书里有写到你30岁生日的那一天也有一个30岁的产妇，然后那一天她没有能够活下来。是的，当时是我过30岁生日，然后很不幸的我要值班，我们夜里就收到了一个产妇，她是胎盘早剥，然后孩子已经救不回来了，然后来的时候就是失血性休克，血压很低，脉搏是基本测不到的。
她的血已经不能凝固了，我们医学上叫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就是她已经处于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差的状态。我就记得产房里特别安静，你就听到了这个病人有些时候小声的呻吟声，然后监护机器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然后其实除此之外什么声音都没有。我觉得然后病人家属坐在走廊外面就等着。那个时候我在想，你就说同样是30岁的姑娘，她有5个孩子，这是她第6次怀孕，然后现在就即将要去世了。但是与此同时，你知道有很多姑娘生活在世界的另一端，30岁她们有良好的教育，能够有一份很好的收入，然后可以开心的谈恋爱，可以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然后你会觉得其实挺无力的。有时候觉得人类的命运可以如此不同，应该是你最难忘的生日吧？对，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事儿，这就引发了实际上后面我去读公共卫生的原因，就是我突然意识到，就是说作为医生，你可能能救治很多人，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当做公共卫生，你可以做到用一些有效的措施救助更多的人。确实，你在说之前，我也不会想到说关心一个人是怎么来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些理所当然的，都不用去思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件影响他们生死的大问题。那除了交通工具，还有其他方面吗？比如说你们的医疗器械呀、药啊等等，这些是充足的吗？我们在索马里兰实际上是在一个公立医院里工作。然后我们有医生，有3个医生，然后有护士，大家一块儿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哎，我们来之前你们这儿什么样啊？”对方说：“我们有医院呀，你看见了，这个医院是现成的，对吧？然后医生我们也有仨。”然后说：“这不挺好？”他说：“No，不好。”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要知道，只有医生，只有我们在，没有用。”他就跟我说，在无国界医生来之前，医院里什么也没有，没有药，消耗品，比如说纱布，它有器械，因为器械是可以重复用的，所以手术的器材是有的。那也没用啊！啊，对呀。那我说那你怎么治病啊？他说他说病人来了，然后我们看说哦，这个人要剖宫产，好，然后我手写一个清单儿，就是我要用抗生素，哪种抗生素，我要用针，哪个型号的针，然后我要用纱布，多少块纱布，然后我基本上有列一个大长清单，然后给病人家属，病人家属去当地的 bazaar 就是集市上去买。病人的家属要负责自己去买药，买纱布和这些。对，做手术用的这些纱布呀、针呀、线呀，这些都是要买的。我当时觉得哦，好不可思议啊！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习惯了，就是你进到手术室里边什么都有，对吧？Everything's ready， 然后 just go。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只有医生，没有这些药物、消耗品，你是做不了手术的。那为什么公立医院里面没有任何的耗材呢？是因为没有钱，还是没有该有的这些支持系统在背后帮他运转？第一，没有钱；第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没有一个很完善的物流系统。因为你需要把这些药、这些消耗品要从一个地方买到，送到这个医院来，然后有足够的数量给病人用才行。但是这个整个的体系它没有，所以它也做不到。我们叫无国界医生，但是实际上我们大概有2/3的人都不是医疗人员这些人可能负责的就是我如何能够顺畅的保证医院有充足的消耗品、充足的药物给病人用。那我能保证医院里有电，如果医院里没电，你好多事儿也不能办，对吧？就是我做手术，说白了就是我还要个灯，我得能看见才行。就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首先要派一个医疗评估团队，比如你开了一个医院，会有多少人来看病，门诊量是多少，那急诊量是多少，那有可能你接诊的产妇有多少，有一个预估，然后根据你的预估，你能计算出来你需要的这些药物和必需品的数量
然后后面呢，就是后勤团队要到达，然后这些人要去看我人员的缺口有多少，那公立医院里有多少人，我还需要再雇多少人。那我好奇问，当你们走了以后，有哪些东西能留下来呢？这个系统还能否运转？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当我们走了的时候，当地的这个确实医疗的质量会下降。所以公共卫生实际上就是希望从系统的层面能够去改变这件事情，能够做到说，这个国家的医疗体系能够更完善，然后就不需要我们这种外国人了。确实。那后来你其实去了阿富汗，去了好多次，我看有5-6次差不多，是吗？对，应该是。为什么会重复去阿富汗这么多次？你每次是回到同一个项目还是不同的项目？阿富汗是在亚洲地区最需要帮助的一个国家吧。那阿富汗是整个亚洲母婴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然后因为它一直在打仗，然后所以呢，这个医疗资源处于一个非常匮乏的状态，尤其是女性的医护人员很难找到的。在阿富汗期间有遇到过，因为他们一直在打仗嘛，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真实的这种战火的威胁？我有印象的就是最接近的一次是我当时在霍斯特嘛，我当时在医院里某个地方喝茶，就看到窗户外面有一个你首先感到震动，地板在震，因为阿富汗比较多地震嘛，然后当时我在想是不是又地震了，后面就看到窗外有一个巨大的蘑菇云。然后当时你能看得见？对对对，我能看很近，就应该是几百米的地方，所以你能感觉到那个震动。然后当时就听在外面有好多人在尖叫，然后当时我们很多的当地员工就冲出去了，就是因为他就要看有没有人真的受伤了，他们可以把这些人抢救回来。但其他的时候都还好，就这个就是最接近武装冲突的一次。你是12年到21年中间都有在阿富汗，对吧？对对对。所以你其实这几年期间，你经历了一个整个阿富汗政权上的一个很大的2次的大的变化，会感觉就是这几次不同变化，你回去的时候，这个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呀，或者是你在那里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状态会受到一些影响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2012年，然后我当时坐的飞机到卡布尔机场，司机接上我，然后我好奇啊，我就趴在窗户上看，好多军车，好多武器，然后但我什么都不认得，我只认得 AK-47，然后看了看，我觉得你看武器的密集程度，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受战乱影响的国家。但是后来我就在车上睡着了，然后司机就把我叫醒，后来他问我，你是第一次来阿富汗吗？我说是。他说那你就能睡着吗？如果你长期生活在那儿，你会有一个警惕性，但是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地方，所以我没有感觉，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对我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特别开心睡着了。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安全形势还好，我们在卡布尔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出门的，所以当时我就跟着另外一个中国的儿科医生叫邹伟，然后我俩周末的时候就跑出去看看吧，就想看看卡布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能去的3条街就是 Chicken Street 鸡街，卖各种各样的地毯工艺品，就是一个 shopping street。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叫 Flower Street 花街，然后它实际上是卖菜的，但是听上去好像是卖花的。还有一条街 Butcher Street 是卖肉的。我俩在街上走，总有一个小男孩在后面跟着我们。然后我们俩就说他为什么老跟着我们呀？我们俩就看他，他就过来了。他说你们俩买地图嘛？我说不买。然后我俩就想走了，然后他还跟着我们，然后我们就停下来就说你为什么老跟着我们呀？他说我看你们2个女生在路上走，我担心你们的安全，所以我跟着你。我们俩说那我们俩就雇你做我们的小保镖吧。他大概10岁还是12岁左右，然后他特别开心，然后带着我俩就到处逛。后来我俩想吃东西，然后他就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烤串店，我们就说我们要吃饭嘛。然后当时有一个特别好心的大叔帮我们，他会说英文，然后就帮我们点了餐。你要在路上走，你会觉得大家对阿富汗可能有一些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想象，因为他一直在打仗，大家觉得好混乱的样子。你去当地小饭馆吃饭，跟当地人一起吃，你会觉得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烤串也挺好吃的。大家的生活还是依旧？对，就是你无论如何生活都要继续嘛。我们吃完了烤串，跟店老板合了影，然后我们还去
照一个洗相片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用照相机嘛，去洗相片的地方把照片洗出来，然后还给他送过去，老板好开心。但是同时可能在另外的地方他们还正在内战，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我记得在阿富汗的时候是有一个你们的医院被袭击的，当时是有42名医生死亡。对，那个是在昆都士省，是我们的一个创伤医院。那也是你们的医院？对，是的，是的，它就等于被袭击了。实际上，这种在不同的战乱国家，针对医疗设施、针对医疗人员的袭击，实际上是逐年增加的。对，我们也特别希望说这些事情能够不再发生，因为对我们而言，那作为一个医院，我们是在治疗病患的时候是一视同仁的，我们希望能救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确实，我觉得这2年在新闻里面也会看见那些正处在战乱地区，他们的医院啊，似乎都已经变成了一个袭击的重点了。那所以当时15年发生这个袭击的时候，你人在阿富汗吗？我在从阿富汗飞出来的路上，然后我到迪拜之后落了地，我的 WhatsApp 就炸了，就是所有人都在发，香港办公室的人，然后比利时办公室的人都在发 WhatsApp 问我你在哪儿，因为我相当于失联了那段时间，然后他们就怕我也在昆都士，因为我们国内也有医生曾经去过昆都士的项目，他回来之后也给我讲了很多当地人的一个故事，然后真的是那种你知道的，你听过名字的人，就在那一刻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特别特别希望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当时看见这个事件的时候，对你来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你可以说是意料之外，因为医疗设施本身不应该成为被袭击的目标，但是呢，也是可以说是意料之内，因为我们在做任何项目安全评估的时候，都会考虑到有没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从最极端的，比如被袭击，然后到这个最不极端、最常见，比如你在路上走被人抢了，这种普通的犯罪事件，它都有一个预案在那儿。比如说，阿富汗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防空洞，就是那个 bunker。然后真的有情况的话，我们就会要求就是你要去到医院下面的防空洞，对，地下的这种，还有安全屋里会有水，有粮食，这样的话，你如果需要在里面待比较长的时间的话，你是有储备在这边的。就是有些时候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就做好最大的准备去应对吧。在他掌权的这个之前和之后，因为他们出台了很多对于当地的民众，尤其是对女性有很多比较严苛的一些政策嘛。那对于你的生活，在当地的生活会有影响吗？或者你观察到当地的民众的一些生活状态的变化？对当地女性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当时看到，就是女性，首先一个你要出门，你是必须在一个男性家人的陪伴下才可以出门，你一个人是不能出门的，这就限制了很多时候女性寻求医疗服务的机会，因为这些家里人，男性家人可能会白天是要去工作要去挣钱，那他在家里出现任何情况的话，你实际上没有人能陪你去医院。任何年龄段的女性都是这样。是的，在很多地方呢，他要求你穿那个罩袍，之前是不需要的，之前只要有一个头巾就好了。现在就彻底没有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那很多时候阿富汗的女性就彻底丧失了通过教育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长此以往的话，那整个阿富汗的女性医疗人员后面就没有人了，因为没有人有这个机会去读书，去成为医生，去成为助产士，那你以后就没有人给他们看病了。那我好奇，如果必须要由男性陪同的话，那他怎么去医院生孩子的女性都有一个男性陪着他去，是吧？对，是的，在很多地方实际上你是需要男性家属签字的，就是你签字是不算的，他们要签字才算数。就是选择做什么样的手术？对，任何的这种需要干预的措施都是需要男性家属签字的。所以这些政策在你的工作当中会带来很多的困扰或者是困难吗？会呀，比如说有些时候你找不到男性家属，
然后这个人就要急诊做手术了。你就真的不能给他做？在阿富汗的话，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如果真的找不到人，或者对方就说我不做，但这个人真的有生命危险，我们就会想办法去找病人家所在的村落的长老。然后给他们打电话，跟他们解释这个情况，然后长老会说我代表男性亲属，我同意，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手术了。但是这个呢，实际上建立在这个整个社区会，首先一个他知道我们医院，然后呢他认同我们医院，互相信任一个基础上才能做到的。但是确实有过很痛苦的时候，就是你怎么说对方都会说 no， 他拒绝你。他拒绝的理由是什么？还是说他不需要理由？他不需要理由。在当地他很多人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我们是很幸运的人，我们有做选择的权利，他基本上是没有能够做选择的机会的。所以在阿富汗期间，你除了日常的这种接生的医学的工作，你会花更多的时间需要去跟病人们做一些可能心理上的一些沟通，会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些工作吗？取决于忙不忙吧，因为在阿富汗的时候，我们一个月有1000多快2000例分娩。我们当时还有一个病人，他当时需要输血，就在做手术之前，他是一个珍稀血型，然后我们当时医院的血库里面没有血我们帮他联系，就是当时卡布尔的红十字血液中心有血，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就是正常情况下是有车可以帮你送过来的，这个你要的血。然后当时他们就说我们的车都在外头，现在没有人能送，说你能不能让家属过来取？然后我们说可以啊，然后就跟她的丈夫就说你需要去取血，丈夫说 OK 我去，然后他就失联了。我们护士给他打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然后我们就说这个人怕不是跑了吧？就把老婆扔在医院里，自己跑掉了。然后后来我们说这怎么办呢？就是你联系不上他，你也不知道这个血你能不能拿到，或者怎么样，到底做不做手术？因为你没有血做手术的话，这个人就会也不能保证他这个人能活嘛。后来过了几个小时，然后他回来了，然后带着血，然后我们特别开心，说哎呀快准备安排手术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就突然消失了？我们都联系不上你，我们好担心。他说他说是这样的，我兜里1分钱都没有了。我全身上下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我那个手机，然后我把手机卖了，然后换的路费去取血，所以没有人能联系上我。他没有钱，这次血取回来，孩子生下来以后怎么养？很多人都是打短工的。我们医院门口实际上有一个叫 labor market， 我坐车路过的时候就看见好多男的站在那里，就很多人蹲站就在那里聚集，就是他们会在那里等雇主来挑人，雇他们去做各种各样的日结的短工。然后基本上比如你去工地上搬1天砖，给你$5，然后你把这$5带回家，这就是你1天的花销。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很难找到男性家属，就是因为男性家属在外面，他在挣这个钱，你不干活就没有钱吃饭，那你就做个选择，你要不然干完活挣了钱回家带老婆去医院，要不然就没有钱挣，回家你也带不了老婆去医院。就很多时候你面临的是一个最基本的生存的难题，这是大部分人的常态。是的，所以在当地，如果你是一个女性，你受到了教育，你能做护士，你能做助产士，你乃至能做妇产科医生，你是一个重要的家庭的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你让我忽然想起来，我前段时间看到的一个很短的一个纪录片，它是2017年拍的伊拉克，在 ISIS 占领伊拉克以后，他们当地出台的政策是不允许踢足球。因为他们认为足球是西方的产物。这个纪录片拍的呢，就是一帮小男孩，他们在大马路上踢足球，但是没有球。他们按照一个足球比赛的制程，两边的队伍上场，握手、站定、踢球、进球、守门，所有的动作都有，唯独没有球。这是那整个纪录片的内容。我当时看了以后大为震惊，因为我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地方会有这样的政策。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在2014年的时候，就有10几个还是20几个儿童
因为他们看了电视里面直播的足球比赛亚洲杯被处决了。很多时候你真的只有去经历了看见了，你才能相信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群人有着这么不一样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去做这件事情的初心之一吧，就是你不去做这些事情，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在别处其他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就是很幸运的，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然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些事情被我说起来就好平淡，对吧？但是很多地方这些很平淡的听起来很日常的事情都是做不到的。但我有时候又在想，就是你看见了这些事，这些人他们所经历的这些困难，那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能怎么做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其实我们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就是好多时候不是说你想能做到什么事情就能做到的。比如做医生也一样，有些人你是救不回来的，你只能救那些有可能被救回来的人。因为我在路上走了很多年，我实际上接受到了很多陌生人的善意，就大家好多时候就一个小小的无心之举，真的可能会改变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所以我认为尽己所能，多行善举，这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说有一些很微小的事情会改变别人的生活？就是我在萨拉利昂的时候，我去超市，然后碰到了一个当时也是在当地远见的一位中国大叔，然后我俩就在超市里聊了几句，也就走了嘛。后来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安娜，我要走了，说那个我这儿剩了一些个人物资，我也没有用，我给你送过去。”然后他给我送了那么多老干妈、方便面、洗衣粉、肥皂。我当时坐在那儿我好感激。我当时特别想家，我特别想吃中国的吃的。哇，这就是救命物资啊！对，是的。我还有一次是在街上走，然后被中国援非医疗队的人捡起来，然后他们塞了我一顿火锅，那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我吃到肚子都撑起来，然后我偷偷摸摸解了个扣在这。所以是这些事情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对，点点滴滴的事情我都记得，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我需要纸巾。来，谢谢。为什么想到这个开心的时刻反而想哭？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确实是有很多人，大家会觉得我给别人带来了很多东西，我改变了很多别人的命运，救了很多母亲。但是在我看来，我在路上走了那么多年，我觉得我获得的比我付出的其实要多很多，我非常感恩。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塑造和改变了你。对，最起码我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总是有希望的。接受到了很多他人的善意，因为其实你也用满满的善意对待你身边的人。你想家的时候会做什么？蹲在那儿哭。有的时候会写日记。我还是兽医。我在阿富汗的时候，就每天就去跟小猫一起玩，撸猫什么的。我还给另外一只更小一点的猫，它有颗牙坏掉了，然后帮它拔牙。帮小猫拔牙？对，你帮它拔啊？哇！就是我们抓到它，然后有个人找个毛巾把它裹起来，因为它会抓到你嘛，就用毛巾一卷，把猫卷起来，然后它就不动了。我就戴一个那个就是木工那种特别厚的手套，拿一个钳子。有一个人帮我扶一下那个猫的下颌，然后我就把它的那个叫什么嘴唇稍微扶起来，然后它是后面的这个有颗尖牙，然后把突一下就蹬下来。所有人都在那笑说：“那你可以啊，你回去可以考一个兽医的照。”所以还是有很多这些小事情，在每天的工作当中给你了很多一些抚慰和宽慰。对啊，和开心的瞬间，就很开心的，因为你会觉得哎呀好有成就感，我也可以帮猫治病。所以其实你后来最后一次离开阿富汗了以后是21年。对。然后什么时候你开始萌生了要去读公共卫生博士的想法？我是21年去的阿富汗，我真正萌生的想法是2019年，就是我当时读完书，我当时读了个公共卫生的硕士。
读完之后就想啊，我再也不想读书了，好痛苦。1年80个学分，每天睡不超过5个小时。然后我就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待着。然后那个时候就疫情了，就有大把的时间去思考。然后我在想，那我能做什么？我能带来什么改变？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疫情，这个时候我萌生了去读公共卫生博士的想法。就是我认为很多时候确实是1个医生改变不了什么，2个医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呢，如果你有一群医生，然后你有公共卫生专家，那你有可能会改变什么，有可能这个疾病会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在尽可能情况下更少的人不会因为这些疾病而去世。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呀，还是去上学，去系统性的学一下我们如何改变国家的卫生体系。2022年年初的时候知道我被录取了。我还挺好奇，你当时新冠的时候选择留在阿富汗。我觉得留下的人实际上是多数。我觉得我学了临床医学，我学了公共卫生，我遇到疫情，我不冲上去，这事儿就说不过去。因为我学它就是为了能更好的应对这些情况。然后另外一个，就读医学院的时候就看了好多那种医学科普的书。我当时看了就是关于埃博拉的故事嘛，当时是第一次发现是在刚果的扎伊尔河边上，那个疾控专家就是那种因为知道疫情，所以飞到了疫情发生地，然后去做调研，去看为什么这个病从哪儿来的，就流行病的一个源头追溯的一个过程。然后看完之后觉得，哇，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当有新发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个冲上去。所以当时就我觉得我也没想特别多。我可以理解。所以你最开始其实是把你的职责，你要怎么做，你该做什么，把这些事情放在你的第一位。你都没有去考虑自身的安危啊等等这些事情，作为医生的天职放在了你的首位。对，是的。你要现在问我，你还再有这个事情还会这样做吗？那我还会这样做的。你这几年念这个公共卫生博士，会觉得现在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没有一些大家普遍很关注的话题，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方向是你觉得很感兴趣，或者是和我们普通大众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本人之前实际上是做妇科肿瘤的嘛，然后我的博士实际上是在做如何在中低收入国家推广宫颈癌的预防和早期筛查这个项目。因为很多时候癌症也是可以能够通过早期的一些手段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然后它存活率相对来讲会高很多，跟晚期的癌症比起来。那宫颈癌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宫颈癌是有 HPV 疫苗的。那这个疫苗如果在你年轻的时候接种，你就可以避免后面的任何的跟 HPV 感染相关的疾病的影响，是一个特别好的预防的措施。这个我也挺有感触的，因为这个 HPV 疫苗也是这几年在国内才更加普及的嘛。对对，是的。因为HPV 疫苗实际上是今年被中国纳入到这个国家免疫接种计划里面，所以就它是免费的，然后适龄的女孩都可以去接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不仅预防宫颈癌，它还预防其他的很多 HPV 感染的一些疾病，比如你身上长的小疣啊什么的，实际上这些都是 HPV 低危亚型造成的疾病，所以你打了针之后，有可能这些病你也不会得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做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多运动，多起来走走也是好的。《黄帝内经》里面就会讲，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愈病，下医治已病。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好的医学的方式就是不让你得病，你健健康康的活着。等你身体真的要出问题了，比如说你出现我血压高了，但是呢你没有到高血压的那个诊断标准，那你通过调整这个生活方式，改变饮食习惯，多运动，你的血压就可能变正常。这就是我们可以治这些有可能发生的病。最不好的情况下才是你得了病，你去医院去治已经得了的病。那有没有一些事情是可能你系统性的学习了这个领域之后你才知道的？你本身可能在这一路走来也经历了很多，也很多情况下也是跟公共卫生相关的一些工作。
对吧？在非洲啊这些国家，对，基本上你不可避免的又会遇到各种各样流行病的爆发嘛，比如说像埃博拉，它后面14年那大爆发之后，它实际上也发生了好几次。在不同的非洲国家，那影响面就很小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上一次爆发之后，有针对埃博拉的疫苗研发，有相应的治疗，然后因为有很多病人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也知道了怎么样去针对它治疗，所以它现在死亡率就没像以前那么高了。以前可能就10个人得了就会死掉这样子，那现在就降低的相对来讲比较低的一个水平。而这个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你未知的部分，但是呢，通过全球卫生领域专家的努力，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解决方案。可能这个解决方案不完美，没有任何事情是完美的，但是确实是能够改变一些事情。你现在在做的项目是什么？我做的是一个36个中低收入国家的一个系统性回顾研究，然后基本上就是看他们的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然后看每个国家的疫苗的接种率和它筛查的比例。基本上呢，就想找到就是如何能够帮助这些资源有限的国家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达到说我能增加这些国家的疫苗接种率，然后我能增加这些国家妇女接受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比例。那我怎么推广？推广的过程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升级的过程，推广的过程就是要从各个层面有一些改变，就是我要知道我桌子对面的人是怎么想的，对吧？你作为医生也好，或者公共卫生专家也好，你特别希望推广这件事儿，你就觉得这事儿特别好，对所有人，然后对方跟你说不，那你怎么办？对吧？比如说呢？比如说天天你跟我说我家里有5个孩子嗷嗷待哺，然后我每天就要出门去种土豆，这样的话我能挣到$2的收入，我没时间去医院里待着，那你咋办？那现在是怎么解决呢？比如刚才举的种土豆的例子，那就需要社群，这个妇女所在的社区能够有一个互助的一个机制。就比如说我今天去检查去医院了，那可能我的邻居过来帮我看孩子，然后种土豆的人可能借给我2块钱，说你明天来，我先把钱给你，这样的话我就有时间有钱去医院，这个事儿可能就能解决。但对他来说，可能我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所以你会要对病人进行健康教育，你告诉他，可能不是现在，但是在未来可以不让你得这些病，然后你能不能去接受？你如果听明白了对方在给你的解释，然后你认为做这件事情的收益超过了你所需要付出的，那你可能就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之前的工作可能更多是在一个病人一个病人一个病人的去救治他，但现在的工作是更大范围内的去影响一个地区一个区域的女性的长久健康的。对，这个效果可能就是远期效果会可能更明显一些，因为现在接种疫苗的女生，那可能她20年30年之后她不会得宫颈癌了，对吧？但是近期效果也是有的，如果你能让这些现有的成年女性去接受检查，然后这些人能够早期得到治疗，那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现在觉得当时的选择就是来读这个公共卫生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对，是的，是你接下来想走的路。对，很多人觉得公共卫生这个活儿又穷又累又不挣钱，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实际上是为了更多人的幸福和健康，因为每一个枯燥的数字背后实际上都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和他们的家庭，你只要有看见，你才会有动力去想改变。对，当你有动力去改变，你才有可能会真正实现这个改变。你就走在这条改变的路上。今天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当然了，你问吧。你听我说了这么多，你觉得你想做什么，或者你觉得你能做什么？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做这个话题，想要聊这个话题的原因，就是我看见了一些东西，但我看见的只是新闻里让我看见的。我很想知道它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很想知道背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同时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观众也能够看到
可能平常生活中被我们所忽略的一些人和事吧。就像你说的，看见是第一步。如果都看不见的话，那何来理解，何来改变，何来一个更好的更美好的世界。所以我希望能够你的故事和你所看见的故事能够被更多人看见。谢谢天天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的故事，我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听到、看见，然后做一些微小的改变。